高考前一天，校花提议让大家一起上山放天灯，讨个好彩头。我们班是火箭班，根本不需要弄这些事情，可大家看在苏淼是插班生的份上，担心拒绝她会难受，纷纷同意了下来，却不想被困在山上，错过了高考。而校花趁着我们不注意，跟着她校霸男友偷偷走了小路，在最后一刻赶下了山。我们去找校花理论，被她的校霸男友关进一个空旷的厂房。你们这些臭读书的，不是自认为高人一等吗？哪里比得过我们厉害？现在沦为垃圾是什么感觉？厂房从外侧全封闭，没有信号，没有通风，同学们逐渐中暑脱水而死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高一，我带着全班提前卷到了保送名额。不是喜欢放天灯吗？这次放个够，谁也别下山了。重生到了高一，此时苏淼还没转来，我带着全班卷生卷死，高二就全员拿到了保送名额。高三，苏淼转来了，我看着大家像是前世一样对他友爱互助。转眼之间，时间来到高考前夕，苏淼又一次向全班发出了邀请。据说高考前一天上山放天灯能讨个好彩头，我们一起去试试吧。同学们善良，总担心拒绝他会让他觉得被我们排挤，于是好意答应了下来。可眼看着就要到最后下山缆车的营运时间，苏淼却硬是拦着不让我和同学们下山。不行，我还有最后一个愿望没写好，等我写好愿望放了天灯我们再走。听到还要等下去，又饿又累的同学提出了质疑。苏淼同学，我们都能理解你迫切想要考好这件事，但要是错过最后一趟缆车，就下不了山，肯定会错过明天的高考。是啊，我妈还在等我回去吃饭呢，我要先走了。苏淼却一把将要走的同学拦了下来，语气坚定地说道：我就差那么一点了，怎么能功亏一篑呢？你们是要逼我半途而废吗？难道你们就不怕之前许的心愿都不能实现，让你们明天都发挥失常吗？这话实属恶毒，可比起发挥失常，也总好过参加不上，考试要强。要知道我们班是学校的火箭班，哪怕发挥失常也是一本兜底，不会考得太差。苏淼，我知道你想要考好的心情，但是我更相信努力。你要是想在这里继续放，那就在这里待着，我就不奉陪了。有同学强行想要下山，苏淼的校霸男友见状急了，伸手就要推搡那个想下山的同学，我赶紧上前拦住，避免了冲突升级。所有人都愣在了当场，不敢置信地看向苏淼和她的男朋友。校霸男友不知道从哪儿掏出了一把刀，气势凶悍地朝着我们吼道：我女朋友说让你们等着就等着，怎么地？你们这些臭读书的不给面子！苏淼和他态度相反，做事红了眼，仿若有人欺负了他一般。他用手擦着不存在的眼泪，低气道：我知道你们瞧不起我，觉得我没能耐，只能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可我也是没办法了呀。再说我又不是只给自己许愿，也有你们的份。我们一起来。你们真的要将我一个人丢在这里？你们怎么能这么自私？我知道你们就是看不得我好，觉得我学习不如你们，家世不如你们，你们希望我落榜，对不对？所有的同学被他这两句道德绑架说得满脸通红，学伟满脸担忧地看着我。珊珊，距离最后一趟缆车只剩5分钟了，我看天也阴了，再等下去，咱们可真就要赶不上了。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上一世便是这般，大家好心陪他来上山放天灯，可到了最后一刻，他拦着大家说什么都不肯让大伙下山。我朝着学伟使了一个眼色，示意他稍安勿躁，然后站到了苏淼身边，朝着同学们说道：其实苏淼同学说的也没有错，既然我们一起出来的，就要一起回去。听到我的话，所有人都炸开了锅。他们本以为我会说句公道话，可哪里会想到我竟然站在了苏淼这一边。班长，你是糊涂了吗？要是全班缺考，老师不得扒了我们的皮啊！就是真的要错过了高考，到时候该怎么办？苏淼男友听着这些抱怨，恶狠狠地将手中的刀朝着众人比了比，眼神凶恶地警告道：今天我女朋友说什么时候下山就什么时候下山，谁要是敢自己跑，别怪我白刀子进红刀子出。说完又朝着我扫了一眼，冷声吩咐道：你去将他们准考证都给我搜上来，我今天看谁敢私自下山。对上苏淼和她男友得意的视线，我也不再迟疑，将准考证收了上来，递给了校霸。校霸满意的点了点头，拿着准考证随意的把玩。算你识趣。我眼下了眼中的鄙夷，笑着回道：你放心，我们是一个集体，绝对不会发生一个人扔下一群人跑了的情况。听到这话，苏淼脸色微微变了变，可很快又是一脸得意的扫视着我们。上一世她将我们吓唬住后，就趁着我们不备，跟着她男友偷偷跑下了山。等到我们发现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山路崎岖，我们来时是坐缆车，错过了缆车就要自己走下山。可我们对山路不熟悉，又天黑下着雨，不敢冒险下山，只能硬生生挨到了天亮。赶到考场时，早已错过了第一科考试。虽然都是学霸，但是一科成绩足以让我们高考失利，与心仪的学校擦肩而过。这一世，我也让他尝尝错过高考是什么滋味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大家急得跺脚。眼看着来来去去的缆车放慢了速度，苏淼终于不急不慢地伸了个懒腰。终于写好了，我这就去放飞，谢谢你们等我。他笑得恬静，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。他缓缓将手中的天灯放了出去，随着天灯飞上天的那一刻，最后一趟缆车
停运了。也是同一时间，乌云压顶，天上还打起了响雷，同学们瞬间暴躁了起来。现在没了缆车，我们怎么下山？难道要困在这里一个晚上吗？就是，我还想着明天要用实力惊艳所有人呢。这下好了。面对所有人的抱怨，苏淼却不以为然。这有什么着急的？大不了等到天亮再下山。听说这里的夜光很美，你们不觉得很浪漫吗？校霸见大家露出哀怨的眼神，狠狠地回瞪了回去，然后揽着苏淼去了一旁。同学们敢怒不敢言。我看了马上就要下雨，提议大家先去前面的凉亭躲雨。等进了凉亭，有同学掏出手机想要报警，请求救援，结果手机刚拿出来，被校霸一把抢过去。下雨天用手机危险，你是要害死大家吗？同学看着自己的手机被抢走，急得直哭。校霸却拿着刀环视了众人一眼，悻悻说道：“不想要准考证了，只管报警，到时候就是下山了，也别想考试了。”行了，别一个个愁眉苦脸的了。等一会儿我女朋友欣赏好了景色，我自然会带着你们下山的。一群呆子！班长，你刚刚不该将准考证给他的，现在你说怎么办？我靠在凉亭的柱子旁，时刻关注着苏淼和她男朋友的一举一动。听着这话，一个学生淡淡的答道：“我知道你们很在意这场考试，可是考与不考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？”众人皱眉，转瞬都不再说话。苏淼听到了我们的谈话，笑着走上前说道：“班长说的对，大不了明年复读呗。你们想想，全班复读不是听起来很酷吗？”同学们神色各异的看向他。苏淼不以为然的耸了耸肩膀。校霸男友听着，又一次朝着我们看来：“你们将手电筒都点开，给我女朋友照亮。”这话一出，当即惹来所有人不满。不行，这样太浪费了。一会儿手机没电了，我们还怎么下山？对呀，而且深山老林，谁也不敢保证有没有危险。野兽最怕光亮，没了手机，真的有什么东西来了，我们相当于羊入虎口。少他妈废话！校霸一把抢过了他最近的一个同学的手机，点开了手电筒。他却没打算就此算了，他天生坏种，以折磨我们为乐。见大家愤愤不平地看着他，他一把薅住邻近的同学，将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，刀尖抵在了他的脖子上，瞬间压出了一道血印。同学当即被吓哭了起来。所有人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，瞬间噤了声。校霸这才满意的笑着警告道：“接下来我说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，别他妈的废话。”见大家都乖乖的将手电筒打开，这才放开了那个女同学。好在女同学没有真的伤到，只是破了点皮。校霸就算再蛮狠，也没到敢杀人的程度。苏淼抿唇一笑，依旧是平日里那副柔弱的模样。真的对不起大家了，我这个人天生怕黑，只能麻烦你们了。我从旁听着，眼前真的浮现了一个画面，想着想着，不禁唇角勾起了一抹笑意。未来真好，可惜啊，你们等不到了。接下来，两人谈天说地了许久，随着同学们的手机纷纷变亮耗尽后，才停了下来。两人趁着天黑，悄悄地往一旁走去。眼看着顺着路要离开时，我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。苏淼，你们是要回去吗？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苏淼大叫了起来，一下子扑进了校霸的怀中。校霸被撞得一抖，手上的刀子也应声落了地。刀子落地的那一刻，就被我踢到了一旁，再想去找，已经找不到了。他愤怒地叫着，想要将我推开，却发现根本推不动。为了这一天，我学了3年的近身格斗，别说是他一个人，就是再来一个人，也未必是我的对手。而我之所以一直没有出手，等的便是此刻。校霸还想拉着苏淼离开，却被我挡得死死的。这次不光是我，原本软弱无力的同学们也都挡在了他们的面前。你们想要丢下我们偷偷离开，那都没有。苏淼顿时脸色大变，似乎想要将我扯开。你们走开！你们怎么这么自私？你们被困在这里，也看不得别人好吗？那是谁让我们困在这里的？黑夜中，我掏出手电筒对准了苏淼的脸，他被晃得大声尖叫，校霸则是一把将他挡在了身后。告诉你们，别胡来，等我让你们好看。如今他们为鱼肉，我为刀俎，怎么还这么硬气呢？我将手电筒扔进了校霸的怀中，朝着他说道：“他不是怕黑吗？那从现在开始，你就一直照着他。”你们干什么？不能这么对我！苏淼大哭了起来，拉着校霸的衣服，死死不肯松开。校霸此刻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还一味的想要袒护身后的人。我告诉你们，有我在，你们就别想欺负他。是吗？我朝着身后人说道。拿绳子来。是吗？我朝着身后人说道。拿绳子来。既然他这么想英雄救美，我们就成全他。校霸脸色大变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就是想要将你绑在这里，让你好好听听风，看看雨。哦，我听说这附近有蛇的，不知道你明天被发现时会怎么办？你们敢，别忘了，你们准考证还在我手里。校霸怒瞪着我们，可没了刀的他就像是被拔了牙的老虎，看着凶罢了。我们笑他愚蠢。你自己留着烧纸吧。我们逼着苏淼2选1，是他绑人，
还是他被绑？他只迟疑了一瞬，就要将绳子捆在他的身上。校霸见着，气得一巴掌打在了他的脸上。这一次都不用我们说什么，拿起手电筒直逼他的眼睛。小可爱，敢这么对老人，老子也就不客气了。苏淼哭得向我们求饶，可没人真的过去救他。上一世我们被困在封闭的仓库里，也曾卑微地求他放过我们。直到天亮，苏淼总算逃离了魔爪，第一班缆车也恢复了运营。坐到缆车上，看着冉冉升起的夕阳时，只觉得心口处的那抹憋闷消失不见了。赶到考场时，不出意外没有赶上第一科考试。苏淼两眼发红，跪在考场前嚎啕大哭，然后怨毒地看向我们。我没赶上，你们也一样没赶上，大不了我们明年一起复读，有你们这些学霸陪我一起，我也不亏。有记者将摄像机对准了我们，朝着我们询问道：请问你们为什么会错过第一科考试？是出了什么事了吗？这些媒体本来是要捕捉第一个出现冲出高考的学生，却不想先捕捉到了一个班缺考的学生。同学们迟疑地回道：爬山去了，给耽搁了。记者全都满脸诧异地看着我们，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点什么。苏淼适时对准了镜头，哭了起来。其实我早就劝过大家的，该调整下身了。现在错过了高考，以后怎么办啊？他哭得梨花带雨，想要通过镜头给我弹琴。一直在门口等我们的班主任也迎了上来，见到苏淼哭成这样，好心地劝了一句：没关系，只要接下来几科好好发挥，也能上个好的专科。再不行，明年继续加油。苏淼红着眼，故作坚强地点了点头。有大家陪我，我有信心明年会考得更好。提到这话，班主任愣了一下，犹豫地说道：你难道不知道吗？苏淼懵懂地摇了摇头。知道什么？老师你不用担心，大家答应过我了，明年还和我一起备战高考。可是你转来前，我们全班已经被报送了。什么？苏淼只觉得听到了天方夜谭。老师，你开玩笑的吧？全班保送，怎么可能？如若换作普通学校，确实不可能。但我们高中本就是重点中的重点，我班同学更是集齐了各个学科的精英。哪怕上一世我们错过了第一科考试，可分数下来时也都近乎600分。如若不是苏淼搞鬼，上一世的全省状元应该都出在我们班。所以重生后的第一件事，我这个班长便带着全班卷学习。在高3之前，班上的同学早已通过各种竞赛拿到各个顶尖学府的录取通知书，更有一些同学直接拿到了哈佛的 offer。没人在意这次高考，之所以担心错过这次考试，是怕老师骂我们。只有苏淼傻乎乎的觉得高考是我们通向成功的唯一出路，只要我们够优秀，条条道路通罗马。可他这辈子怕是无缘懂得这个道理了。得到老师肯定的答案，苏淼瞬间炸了，红着眼一把薅住了我的领子，撕心裂肺地质问道：所以你们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你们故意让我赶不上高考的，对不对？眼下了眼中戏谑的光亮，我一脸委屈地回道：苏淼同学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不是你约我们去爬山的吗？也是你说让我们等等，先别下山，等等你的。不是，这是你们给我设的局。现在知道这个局，那太晚了。我一脸惶恐的求救的看向一旁的记者，记者见着忙将摄像机准确无误的对准了苏淼。要知道，能采访到这么一个劲爆的新闻，可比捕捉第一个从考场出来的同学热度高多了。苏淼满脸的狰狞，是要将我碎尸万段一般。老师赶紧上来将他拉开，严肃的教育道：苏淼同学有什么事，好好说，难道你还要杀人？此刻镜头前的我一张脸涨得通红，眼中还含着泪，我猜一定可怜至极。反观苏淼得到我们全员保送的消息后，这会儿像是个疯子，大吼了起来：好好说什么？他们要毁了我啊！你怎么能这么偏心？是他们不想让我好啊！老师皱眉，见他近乎疯狂，想要先拉他离开这里安抚一番，可苏淼却半点也不领情。他对着镜头控诉着我们：他们这些人仗着自己学习好，平时没啥霸凌你，这次说要来爬山放天灯，也是他们提议的。眼看着要到下山时间了，他们还硬让我将所有愿望都写完才能下山，这就错过了最后一趟缆车。说到这儿，他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仿若被全世界负了一般。
没人上前劝他，也没人急着辩解离去，只静静看着他表演。本来苏淼想着自己这一番话肯定能激动同学们，到时候他借机混乱中受点小伤，更能博得一波同情。互联网要的从来都不是真相，要的是狗血的剧情，是站在弱者角度去挑战强者的权威的那种爽感。可半天不见有人上前，苏淼只能止住哭声，继续说道：本来我说了好几次先下山的，可他们都不同意。但是下山后，却说成是我要求他们陪我上山，我拦着他们不让他们下山，这才错过了高考。我知道一直以来所谓的真相都握在那些多数人的手中，但是我现在已经这样了，也想用试一试以卵击石，求大家还我一个公道。他说的激昂澎湃，惹得记者们纷纷投来同情的目光。转校生被孤立是常有的事情，尤其是我们这种火箭班的同学，个个都是天才，自然瞧不上普通人。他现在和我们这些人比起来，就是弱者，同情弱者是所有人的思维方式。记者们将话筒举到了我们的面前，问题一个比起一个要犀利。请问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么欺负同学，对他的心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？你们觉得你们的行为构成校园霸凌吗？请问班主任，你是否也关注过你们班上的同学有被霸凌的情况？那对于施暴者该有何等处罚？是否应该取消他们的保送资格呢？尖酸刻薄的问题像是无形的炮弹，将我们这些初入社会的青年说得哑口无言。苏淼原本哭红的眼睛，此刻布满了恶毒。取消保送资格是他最想要的结果。既然他考得不好，那也都会想好。他挑衅地对上我们每一个人的视线，一副你们完了的表情。确实完了，如若被定性施暴者，哪个高校会要我们？我们的前程毁了，哪怕明年复读1年分数再高，也依然会被名校排挤在外。这便是苏淼的目的，也确实达到了。围观的群众这会儿已经义愤填膺地开始指责我们起来。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姑娘，你们良心啊？学习好就了不起吗？就能为所欲为吗？一定要取消你们保送的资格？甚至有人将手里的东西朝着我们砸了过来。只是下一刻，一个突兀的声音响起，打破了这一切。不行，我还有最后一个愿望没有写完，等我写完了再放飞天灯，这样明天才能一切顺利。你们等等我，我马上就要写完了，你们是要让我半途而废吗？你们这么做，难道不怕之前许的愿望都实现不了，明天高考失常吗？我知道你们瞧不上我，但是我们一起来的，你们提前走的，剩下我一个人。你们这样做太自私了。今天我女朋友说什么时候让他们下山，你们就什么时候下山，否则别怪我白刀子进红刀子出。苏淼原本得意的笑容登时顿住，不敢置信地朝我看来。假的，这都是假的。可那声音和他如出一辙，可不是他说假的就是假的。准备了3年，重活了一世，我怎能一点准备都没有呢？我早就随身带了录音笔，将我们在山上的所有对话都记录得一清二楚。苏淼是什么人，上一世我就见识过了。无情绿茶总喜欢埋怨别人，觉得所有人都不该比他好，嫌人穷又怕人富。这样的人，你怎么能指望他能做良心事说良心话呢？录音还在继续放着，苏淼发疯地朝着我冲了上来，就要抢过我手中的录音笔。可他哪里是我的对手，我只稍稍闪开了身体，他就直接摔了个狗吃屎。记者们很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一幕，惹来周围人的一阵发笑。苏淼用拳头狠狠往地上砸了砸，在抬头时满是恶毒。你们为什么非要这么对我？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好，受你们这么排挤？直到此刻，他依旧觉得是我们的错。可从他转来，全班同学知道他学习不好，出身也没那么好时，都在想尽办法对他投去善意。大家会故意多带零食分给他，大家也会故作不懂那些早已熟记于心的题，和他一起讨论，暗中帮他捋清楚解题思路。怕他多想，大家都在尽量维持着他可笑的自尊心。哪怕临近考试，大家心里都很清楚，山路崎岖，一旦发生意外，可能就会错过高考，可依旧怕他难过答应了下来。我不懂人，怎么可能白眼狼到这种程度呢？可我还是低估了做人的底线。苏淼见卖惨没人买账，便开始指责起我们来。上一次我家里急需5万块钱冲着你们借，你们竟然众筹，难道不是为了羞辱我吗？还有这事吗？可是5万块钱，我们只是学生，谁能拿得出来？不众筹怎么办？苏淼一副果然如此的模样，自嘲地笑了笑。也对，那点钱对于你们来说都是小钱，你们自然急不得。可对于我来说，却是我全部的骄傲。
你们将不喜欢吃的零食给我吃，将不要的文具扔给我，还总是沾沾自喜在我面前说你们有多厉害。我好不容易考出一点成绩，可是在你们那里却什么都不是。你们明明什么都会，却还要装作什么都不会，让我给你们讲题来羞辱我。难道你们就没有错吗？我没想过让你们错过高考，只是希望你们得到成功别那么容易而已。我只是希望能比你们强一次，有什么不对？我被他这话逗笑。你自己不行，也不希望别人行，是吗？没有人会将不想要的东西扔给你，那是大家看出你家里不宽裕，在帮助你。没想到你竟然会这么想。至于那些不会的题，照你来讲，是为了替你捋清楚思路，而不是为了羞辱你。人活得自卑，所以你看什么都是坏的，哪怕对你好，你依然觉得那是要害你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？你真的没什么值得我们去害的。学习不如我们，家世比不过我们，人品更是不行，我们为什么要针对你？难道你觉得我们这些人都没事干吗？你知道在场的每个人都有提前参与的一些项目吗？他们的时间很宝贵，也很值钱的。弱者的思维方式就是他们弱，你们要比我弱，不要在我面前显摆你的生活，更不要说你比我强。他们炫耀自己的方式便是踩一捧一，当我踩你，你却非要不配合时，那就别怪我不让你好了。苏淼被我的话说得哑口无言，还想反驳，却注定没有机会了。警车停在了我们面前，哪位是苏淼？有人报警说你恶意拘禁他人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，放开我。我和同学们顺利参加了其他几场考试，出分那天大家都聚在了一起查分，虽然都被提前录取，可也想知道大家的实力到底如何。结果一出来后，全都欢呼了起来。虽然少了一科考试，可难得单科状元都是出自我们班。我看着大家青涩的笑容，只觉得重生回来真好。天已经黑了下来，我们分几批打网约车回家，结果刚一上车就觉得眼前一黑，在醒来时已经被关押在了上一室那个仓库里。苏淼贼心不改，被关了几天出来后，竟然联合他那个校霸男友将我们拘禁在了这里。苏淼居高临下的看着我们，此刻早已因为恨意面不可憎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也有今天，报警抓我？好啊，来啊，再让他们来抓啊！等到抓到我时，你们早就成干尸了。他早已设计好了一切，让校霸的朋友装作网约车司机将我们拐到这里，顺道屏蔽了这周围的信号。就算我们报警也做不到，厂房从外侧全封闭，没有通风，上一世同学们就是死在了这里。校霸一脸阴冷的瞪了他一眼，没好气的说道：和他们说那么多干什么？你们这群臭读书的，自认为高人一等，现在沦为垃圾，就乖乖等死吧。他拉着苏淼往外走，临走前，苏淼笑着朝着我们摆了摆手：同学们下辈子见了。只是他这辈子未必都能好过。两人刚一出门就被警察抓个正着，惊慌的想要逃窜，却根本没有机会。我们被解救，苏淼和他的校霸孙双双被扣上手铐。苏淼知道此刻依旧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这些警察是你们叫来的，可你们怎么报警的？自然是来之前就报的警啊。重回一世，我怎么能毫无防备？他以为让他丢掉考试资格就算了吗？上一世我们窒息而死时，那种绝望和恐惧，我怎么能不让他也尝尝？我其实给过他机会，要是上一次他长了记性，便是他重获新生的开始。我可以对以往的事情既往不咎，这一世我们都重新来过，可他却没有珍惜那么好的机会。上一次他拘禁未遂，警察只是象征性关了几天，可杀人未遂那就没那么容易出来了。审讯的过程很顺利，校霸男友率先将他出卖得一干二净。苏淼是主谋，他是从犯，只是两人一口咬定，只是想要给我们点教训，没想过放火杀人，更不知道那些与汽油桶是哪儿来的。自然是不知道的，因为那些汽油桶啊，是我用他们的名义买来的，放在这里的。他们怎么可能只想让我们长长记性呢？他们想要的是我们的命。这一次没成功，还会有下一次，但我绝对不会给他们机会。两人宣判那日，我们去学校参加了毕业典礼。作为这届最牛的毕业生，我代表我班上台讲话。大家问我最多的问题便是：学姐，你班怎么能全员保送？你们怎么这么厉害？不是厉害，而是专注努力。4年大学毕业后，我选择继续深造，后来有幸参与到了国家保密项目中去。再回来时，同学们早已在各个行业成为中流砥柱了。学委组织了一场同学聚会，我也抽空去了一趟。和当年青涩的少年不同，如今大部分同学早已成家立业，事业有成。看着那些曾经青涩的面容逐渐变得老成，一时间只感叹青春已逝。大家提到了各自生活，渐渐的也说起了那段往事。直到今日，我依旧觉得像是在做梦。班长，你告诉我，你当初和我们说的话是真的？我笑了笑，不答反问。你觉得真的假的？
真的，又像是假的，可是你说的每句话都被验证了。难道这世上真的有读心术，有预知未来的能力？重生那一刻，我便想着要如何在3年后破局。我没办法阻止苏淼转校这件事，也没办法不让他留在我们班。而且我知道，哪怕我极力阻止同学们避开上山放天灯这件事，苏淼还是有办法找到那么几个同学陪他一起去的。所以我要做的不是阻拦，而是扭转一切。于是我告诉大家，我有预知未来的能来。起先没人相信我，这种谎话实在太离奇了。可随着我说的一件又一件事得到了验证，大家一点点就相信了我。我告诉大家，未来3年会发生一件事，影响到我们高考成绩，所以我们要提前被录取。这件事对于我班同学来说并不难，只是都没想过走这捷径。带着全班卷了2年，我们全班就已经被提前录取了。接下来便是苏淼转来，再一次验证了我的话。苏淼提出邀请大家一起去上山那天，我将上一世的事情告诉给了大家。当然，我说的是预知，让大家小心，也希望大家配合我演一出戏。不得不说，我这些同学还真的有做演员的天赋。苏淼说的没错，那就是我们给他设的圈套。从他提出让我们陪他去上山放天灯那一刻，这个游戏已经开始了。那个苏淼也真够恨的，对我们有什么深仇大恨，帮他还帮错了。这就叫做生米恩斗米仇，所以轻易别对人太过的掏心掏肺。这话我很赞成。当一个人将你对他的好当成了习惯，他便觉得一切都理所应当了。这次聚会没多久，我又一次接到了同学的电话。苏淼死了。他和校霸一起被抓后，判了有期徒刑15年，眼看着都要刑满释放了，却突然在监狱了被人捅死了。听说是因为他从入狱后就绑上了一个大姐大，靠着人家在牢里混得风生水起，也渐渐有了自己的帮派。后来觉得自己行了，便翻脸不认人，和那个大姐大对着干。两人你来我往很多年，苏淼觉得出去了这件事就算了，却不想出去的前一天被那个大姐大捅死了，也算是自食恶果，死在了他的因果中。他说的很对，老天开眼，自然能判定这世间的善恶。至于他那个校霸男友也没好到哪儿去，出来后到处惹是生非，又进去了，被判了无期，出来怕是遥遥无期了。当然这一切都和我无关。此时我刚刚结束了一个任务，前去海边度假。一个帅气的男生拿着一杯果汁朝我走来，他低眉浅笑，问我：姐姐，能做个朋友吗？人渣的人生注定不会一路坦途，而我的人生则是充满了鲜花和掌声。当年校霸说我们这些臭读书的有什么了不起的，现在我要告诉他，我们确实很了不起。我们不光会读书，也会将那些恶人拉下深渊，让他们再无翻身之力。以此文献给高考学子，你们的前途一片光明，用知识的武器去捍卫自己的人生，为自己铺上一条康庄大道吧。全文完结。